怎么有这么多绿豆？我撒的。啊？这是干什么？为了防6分半堂的人还有刑部半夜过来偷袭，只要他们一来，咱们就能立刻发现。唉，连个安稳觉都不让人睡。是啊，醒了反而心烦。反正也睡不着，我出去走走。汾河强我夫子啊！没想到金风絮楼把你给请来了。我欠苏哲木一个人情，他儿子请我来保护这2个人，老夫义不容辞。当年我帮你去打官期，你也欠我一个人情。我让你不杀这2个人，行不行？行啊，这个人情我还你，但是我有一个底线，就是此2人不能去拍金风絮楼的门，如果拍了，他们必死，谁都拦不住我。这风从远方来，有时候听风能感觉世间之大，就能明白，这烦恼再大，不过尘埃。听风静心是一个好习惯。听风静心，烦恼再大，不过尘埃。小小年纪，何来烦恼？小小年纪就不能有烦恼吗？老先生您呢？您有烦恼吗？有啊。我不在家的时候，老婆子把房子租给了2个穷光蛋，我自然是烦恼。夫子早。夫子早，昨日您没在，就没过来拜访。谢谢夫子还有伯伯收留我们。这小子我昨天见过，你是谁呀？我叫白愁飞。白愁飞，王小石。我记得老婆子把房子租给了2个穷小子，可不知道还雇了2个帮佣啊。夫子，我们俩租钱还没给，就想着打扫院子，做些事情。我和老婆子过得很随性，不用这些。你们有这功夫，还不如出去找点活干。人在江湖行走，难免遇到难题。不过京城呢，
和别的地方也没什么两样。有多少本事吃多少饭。你们都会些什么呀？我们会点拳脚功夫。拳脚功夫要是有用，你们也不会如此落魄。还有呢？我在山上之时，常听各种鸟叫，会模仿一二。哦。瓦舍有善口技者，逗人取乐，讲得生动，可以得一些散碎的银子。不过那可不容易啊。我小时候跟着师傅上山采药，对药材有些了解。哎，这我可以帮忙。我有个朋友刚开了个药材铺子，正缺人手，你就到他那儿去吧。啊，你呢？我会些书画，可以摆个画摊儿。哎，也可。屋里有一些闲散的笔墨纸砚，你就拿去用吧。多谢夫子。居士，哎，咱们楼里有药材铺子吗？居士，目前没有。你们去买一家吧。是。哦，沃夫子介绍的就是你啊！对，太好了，药箱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哎，以后你就用它吧。多谢掌柜的。哎，小石啊，你看看，这就是我们药铺制药配药的地方。掌柜的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以后这都是你的同行了。哎。夫子啊，婆婆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婆婆，我来帮你吧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坐着去。你们俩什么活都能干，就是灶台不能碰。不是，这是我的田地。那您有什么事叫我们啊？哎，夫子，婆婆眼睛不太好，她一个人能行吗？没听说吗？那是她的地盘，谁都不能进入。这么多年一直如此，执拗得很。喝点水吧，坐下来。留侯论这篇文章我之前读过。哦，既然读过，来说说想法。这篇文章出自苏子之手。苏子评论张良，关键一个忍字，能忍常人所不能忍。据说张良年轻的时候，曾在桥上被黄石公百般羞辱，最后得来太公兵法，为汉高祖立下汗马功劳，或不世之功勋。张良遇黄石公是夷上经吕的故事。张良之所以能成功，是因为他遇到了世之隐者。如果张良遇到的是普通人，那就算再多磨练，也只是蹉跎了时间。都说人如其自，其实有的时候听人说话也能听出人的心境。你刚才说的是忍，你看中的是机，这不正是你们当今两个人的心境吗？太好了，过来端吧。哎，来，哎，慢点啊。给我吧。来，夫子，婆婆你的，哎，大白你的，谢谢。
吃饭吧。开饭了。父子，你多吃点啊。真好，好久没这么热闹了。好吃。往后一段时日，就拜托夫子帮我照顾这二人了。我怎么能算照顾他们？最多算是收留。年轻人若没点志气，只怕也入不了您老人家的眼啊。是啊。夫子可曾听说过有桥集团？我听有人说过，不过有些人根本不相信有桥集团的存在。还有人说，有桥集团是个利益共同体，其中有关门人，也有江湖人，他们翻云覆雨，暗中操纵整个江湖，为的是天下流淌的黄金。那夫子相信这些江湖传闻吗？我信不信无关紧要。到了我这把年纪，能干的事不多了。倒是你，既然问起这件事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有桥集团这座桥，上通天子，下通朝臣，我相信他们就是隐藏在背后的敌人。您和我父亲是老朋友，他临终的遗愿是让我守护好江湖。希望这趟北方之行能够见到刘安石大人，找到些线索。江湖能有你们这一代新人是幸事，但长风一折，你当小心。您是知道的，我自小身体羸弱，原本就活不久，但至少能当个引路人，守护江湖的重担，将来要交给更有希望的人。保重，夫子也保重。这雨中的味道，有一股淡淡的青草香，就像回到了白须臾一样。可我想的是，如果这雨下到明天早上，我的画摊也出不出来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莫急莫急，年轻人。阁下随便看看。可惜，太可惜了。阁下什么意思？你看啊，这华山像山，华水是水，碧峰苍劲有力，乃是极品。只可惜啊，你看看这周围，唉。阁下请指点一二。公子，你看啊，你画的这些，这都是阳春白雪，但是在这市井之下，都是下里巴人，谁能看得懂啊？在这里作画，就应该画美人出浴途，鸳鸯戏水啊，再或者画一些观音送子、财神散财，红红绿绿的挂在家里，不也是喜庆吗？我不会画那些东西，我只会画我心中所想。如果为了赚钱去画那些东西，那是没志气的画法。一文钱不挣也不画？不画。哎呀，公子好志气。我是王二，哎，不瞒你说，我也算是半个行家。在南城，我有一个画铺，经常收一些新画家的作品。公子，您这些画无人问津。我看着实在可惜，我8文钱把它给收了，放到我的画铺里。遇见贵人出了高价，咱俩3七分，你3，我7。咱们在这儿遇见呢，也算是缘分。要不然这样，4、6分，你4，我6。
公子，你与我王二交朋友，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来，说说。小石啊，掌柜的，这方子是你开的吗？是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哎呀，没有没有，我是说呀，这上面的字儿写的真不错呀。啊，我师傅隶书写的极好，都是跟他学的。哦，哎，要不给我也写几个字儿，我挂在铺子里，先品味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单传扁鹊卢衣术，不用羊羔扩玉针。照壁这首诗如何？不用不用，写诗词挂在墙上的药铺啊太多了，没有新意。我们写点别的。哎，就写那个，写那个。啊？哎呀，写的真不错，太好了。哟，这位姑娘，请问是抓药还是问诊啊？问诊。啊，来这边请。我要它。哎，好嘞。小石，小石，看病啦！啊，快看呐！姑娘脉象平稳，身体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可是哪里觉得不舒服吗？睡得不安稳。夜难眠多半是因为心火旺。姑娘手足有无发热？那倒是没有，身侧没有公子作伴，无人暖手足，怎会发热？能不能小声点？你都是我的人了，还怕别人听了去？就当我不是人不行吗？我给你开个方子，去火。又要干嘛？夫君的脉搏跳得这么快，难道也是心火盛，孤枕难眠？我睡得非常好。姑娘，你还是叫我名字吧。那既然王公子说我没什么大碍，那就随便给我抓几副补药吧。马上给你抓。挑贵的。哎，小石，这姑娘是你什么人呐？掌柜的，其实我们关系不一般呐。阿姐买这么多些药，她总会多赚一些吧？阿姐既然关心她，为何不明说？行走江湖，难免有落魄之时，何必说透呢？哎，阿姐对她可真好。难得遇到一个这么有意思的人，见着他总能寻些乐子，自然想对他好一些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是真的有急事儿，我爹刚从洛阳给我来信了，说是有事儿让我去办，这你总得让我出去了吧？不是什么？你说你爹给你来信了？啊，白纸黑字。哎呀，还真是你爹的来信啊！多悬呀，这险些误了大事啊！哎呀，那，你总不能就这么上路啊？你这样，你稍等片刻啊，我去给你准备些盘缠，啊！哎，不用了，大师兄交代过，一定要让我呀好好照顾你。你稍等片刻啊，我去就回，我去就回啊！
你说巧不巧？这刚才我也收到一封来信，也是你父亲的。你父亲说上一封信啊，也就是你收到那封信啊，不作数，说现在外面京城正在骚乱，一定要让我们看好文大小姐，一定不让你走出小轩阁。不可能！白纸黑字啊，不信你看。我怎么了？你模仿我自己，你不要脸！说漏嘴了吧？快回屋去吧。我不。放开我！沟通军事！不要脸！看好温大小姐。是。二位随便看看。有花有什么好看的？回家做饭了，走。哎，掌柜的。哎，凉，清凉，看见你啊，我心都凉了。看来画一幅没卖出去是吧？这年头生意难做，你那些画还挂在我那儿，再等等吧。啊，等吧，我这不一直在等吗？好马配好鞍。作画之人最忌讳的就是烂笔头，换一支吧，啊！掌柜的，我明天会早点来开门的，您可以多睡会儿。有你帮忙啊，我轻松多了。哎，明天给你发工钱。谢谢掌柜的，您慢走啊。收他了。是啊。今儿怎么样？一幅画都没卖出去，笔毛都快秃了。明天发工钱，我给你买支新的琴。终于有个好消息了。走吧，回家吃饭。药材不着火了！哎呀，药材不着火了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药材铺，去看看。有火！快火了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大火呀！我没药啊！我没药啊！穿这么少，小心着凉。咱们现在可没钱看病。大白，你说我们现在在京城的生活也太难了吧？这住房难，看病难，挣个钱更难。我就想着挣2个钱给你买一支笔吧，多不容易。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，走水的事儿你也别在意，天干物燥。掌柜的应该也能挺过来。不，是我连累了掌柜的。
我今天就觉得不对劲儿，总觉得有人盯着药材铺。我当时觉得我看错了，就没放在心上。现在想来，这掌柜的为人这么简单，肯定不会有人为难他的。那就是冲着我来的，是6分半堂的人。又是6分半堂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我们都这副田地了，他还不肯放过我们。怎么，6分半堂的人也为难你了？为难我们的，可不是6分半堂，是老天爷。现在一个在街头卖字画，一个在药材铺帮工，过得挺落魄。你对他们倒是挺上心的。霞姐和他们有交情，我自然关注。既然他们没进金风细雨楼，要不小姐去和总堂主说说，让他们加入咱们6分半堂吧。他们是不会加入6分半堂的，而且我和爹有言在先，不管江湖之事。那我看这俩人在京城待不久了。倒也未必，这2人都不像是轻言放弃的人。看画嘞，看画嘞！刚收得一幅老人牵牛吃小草，遥望扁舟过江河图喽。这位大小姐，我一看您就是懂画之人。这幅画是我新收的，啊，您看看这笔法，这意境，一看就出自不平凡人之手。我还真是略懂一些。这幅画笔法新奇，不像是已成名的画家之作。对，大小姐，您说的太对了。这个作者是我刚结识的，此人身无长处，背这个画家就来闯京城。可是他志在青云，您再看看这幅画，啊，多有气质！那你也不把画的名字取好听一点？什么老牛吃嫩草，一听就卖不出去。这个小姑娘，你看这画的名字好改。主要是大小姐看不看得上啊？画人生阶段，年老回望年少，无限感慨。这背后的雄壮山水巍然不动，写天地之意。想想看，所有人皆为世间一过客。你把这幅画的名字改成浮生，或许能够卖出去。你不买啊？不买。您不是这笔法新奇吗？新奇，就足够在京城闯出一片天吗？在家爱莫能助了，2位慢走啊。各位大哥大姐们，大家凑一凑啊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今儿我给大家献丑了，我就站在这圈里，这一个铜钱就1个石子儿，你们要砸着我，铜钱归你们；要砸不中我，这铜钱就归我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就这么简单？你试不就知道了吗？有人试了吗？这位大哥。来吧！真厉害啊！就差这么一点儿，再来！往上！哎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！
去吧。那石堂主，我刚才说的事儿，不过打死个小贩，6分半糖，帮你。哎呦，多谢石堂主，多谢石堂主，您交代的事儿，我立马就去。走。谢谢各位啊！下次一定再来捧场啊！哎，先走呀！哎，慢走啊，慢走，慢走！谢谢。让开！这么大手笔啊，老板！也有的是钱，想玩大的，玩这个你敢不敢啊？这不能玩啊！别玩了，要出人命，太危险了！玩啊！这都答应他，不能玩啊！3件魏纣，这些钱就是你的。好。哎呀，小伙子太危险了，别答应他啊！小心啊！哎，算了吧。哟，身手不错嘛！你挺大，还有2件。大哥，大白，你谁呀你？多管闲事！滚！走。大白，大白，你等等我！大白。大白，你等等我，大白！大白，等等我行不行？哎，都掉地上了，你等等我嘛！我钱都掉地上了。这就是你说的办法？你不是说谁欺负我们，我们就打回去吗？那些人只要拿着钱，就可以随便欺负你、羞辱你。我这是卖艺讨生活。你不是卖艺，你是卖尊严。行走江湖靠本事吃饭，这也算是种经历吧。我不觉得这有辱尊严。我们现在生活是难，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吧？我们总得想办法吧。如果想留在京城，我们就得……如果留在京城需要你这样，那我宁愿走。大白，原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京城找到容身之地。只手遮天的人，能把每一道门都关上。他看到的一定和我们不同。正好，飞来飞去，自由自在。他去过的地方，一定比我们多。我要留下来，我想尽快加入金风絮楼。我可以不留在京城。可大白不一样，他等太久了。他要的功名，只有在京城才能得到。我没钱没名的，谁会跟着我呀？
听你这话，我倒像是被你占了便宜。你确实没钱没名，我也不是来跟你的，是来赶你走的。6分半堂的3堂主都出动了，看来这是要赶尽杀绝呀。那来吧，带了多少人都叫出来吧。没人了，就我一个。我是来赶你走的，可没必要动刀动枪。你要是不怕我一个小女子，就跟我走，我请你喝一场酒。你不是卖艺，你是卖尊严。如果留在京城需要你这样，那我宁愿走。要是拍了门，大白就真的不会原谅我。石堂主，总堂主说他没敲门就留他一命，那我们还跟着吗？我看见他敲了，你没看见吗？属下明白。很多人来京城，只是怀抱梦想，想争个立足地，可为什么偏偏总有人恃强凌弱，想要把人赶走呢？又让你给耍了，呵呵，也好，赶你不走，那就别走了，得罪了6分半堂，按规矩。就是得把命留下。哼，想要我的命，恐怕你没这个本事。杀！6分半堂有6分半堂的规矩，可我有我的规矩。不打穷途末路，怕无错到了绝路你也杀了他。刚刚是第一拳。不打手无寸铁，可你烧了掌柜的药材铺，这是第2拳。这第3拳，我就是想打你。3堂主，阿南，给我拿件长袄。好嘞。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，在京城江湖里，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位分，就喝什么样的酒？当然听过。这里就是京城之巅。
这里的酒很好，也很贵，寻常人挣1年的钱，都未必能够在这里喝醉一次。这酒上挂着的名字，看着都不认识，因为都是化名。他们有可能是雷总堂、苏公子、七少商、沈通侯。你特意带我来这儿，就是为了羞辱我吗？你不该被羞辱吗？你的武功是不俗，可光有武功没有用。况且你还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6分半堂。京城江湖本来就是一道窄门，要挤进来就很难。况且这道门现在已经对你关上了。门关上了就变成了墙，铜墙铁壁，哪有那么容易打开？苏公子这样的人为你下跪，才保了你从牢里出来。你要留在京城，你的好兄弟就要在街头卖艺。你那么骄傲，可身边的人为了你早就没有了尊严。那你还有脸面留在京城吗？喝一杯吧，只有在这里，在京城，才能喝到这样好的酒。莫失，莫忘。小姐，都跪了1夜了，要不起来松快松快？还没有苏公子回城的消息吗？还没。苏公子这次去西北，路途遥远，也就晚了1日，肯定不会有什么事情的。而且以他的身手，他肯定能够保护好自己的。梦枕言出必行。从前外出，从未晚归。等你心上有人，若他也是行走于江湖之间，外出时晚1日未归，你便知道我此刻的心情了。
阿弥陀佛，雷大小姐，苏公子已回京了。小姐，你慢点儿。来者何人？金风细雨楼苏梦枕。苏公子，请稍后。苏公子，大人有请。大人，您要的东西我取来了。苏公子，风尘仆仆辛苦了。东西在这里，拿来瞧瞧。苏梦枕刺杀朝廷官员刘安世。是假的，啊！好你个苏梦枕，我让你去办事儿，你敢诓我！梦枕愚昧，大人让我办的到底是何事？你，苏梦枕，金风细雨楼在我眼皮子底下，你把我得罪了，没有好果子。大人。大人，这人头该不会是你朋友吧？哎，对了，刚才说要把我怎么着来着？退下！退下！你可想过这么做的后果？想过。
你以为你苏梦枕名气大，我就不敢抓你？我杀了你都行。普天之下，没有大人不敢做的事。不过，若是我被关进刑部大牢，又或者死在什么地方，大人，那你可就永远都不知道我究竟看到了什么。干嘛？想要自己偷偷跑啊？你就这么抛弃朋友？小心我打断你的腿啊！我没抛弃朋友，我们俩京城也来了一段日子了，我自己找不到出路也就罢了，还要你去卖艺，让苏公子受尽委屈，让朋友受委屈，我觉得更屈辱，所以我要离开京城。你说完了吗？既然都说是朋友，那还谈什么委屈不委屈的？咱们俩是一块来的京城，既然要走，我们就一块走。不是，小石头，你还有你的梦想。哎，你今天说话怎么这么不干脆呢？我不说了吗？都听我的，咱们俩一块出去闯荡几年再回来。要是这6分半堂再敢打压我们就一块打回去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出去闯荡，再一起回来。嗯，走吧。千里迢迢，风尘仆仆啊，总算是回来了。我给你备了暖茶，还有暖火，给你解解风，去寒气儿。千里迢迢是还好，倒是在尚书府那儿差点被拿下。你提着人头进了刑部尚书府，还能全身而退，嘿，是谁的人头啊？能保住你苏梦枕的命？从刘大人那儿，我得知一个消息：副宗书和6分半堂一直在北方秘密运作着一盘见不得人的生意。此事和辽国人有关。我沿着刘大人给的线索，在边关一带追踪，找到了他们生意线上的接头人。你就是北方生意的接头人。苏公子能追到这里，便已是心中有数。你们的货如何运作？怎么交接？把你知道的告诉我。苏公子，我们做的事是害人不浅，可也不得不做。负责这盘生意的所有人，他们的家人，都被6分半堂看管着，也包括你的家人。我也有个可怜的弟弟在京城，生死也被他人掌控。你要保我回京城，救了我弟弟，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谢苏公子大恩。救我弟弟！我本想让他说出所谓的北方生意是什么，可惜他没有说出一句话，就被按键射杀。但这个接头人是北方生意线的命门，傅大人见了人头，自然让我3分。哎呀，这招险呐！有6成把握的事就值得去做。那接头人在京城被管控的亲人，你让哥祖去找一找吧。找。快，喝杯茶，去寒气儿。喝了暖茶，烤了暖火，赶紧出城去吧。去哪儿？你让我看着那2个人，王白，快支撑不住了。
你要是想留住人，恐怕得出城去劫了。备马，已经都备好了。站住！温柔，温柔，来，你这一点都不温柔。先是拈花惹草，又把我一个人丢楼里，来京城那么久了都不来找我，现在还不辞而别，还想让我温柔。你还有你，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朋友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们这些天的难处我都知道，但你们就想这么走了吗？我来京城就是想加入清风细雨楼，现在机会没了，我也没有留下去的必要。其实也没事儿，这京城虽大吧，那也只是天下一隅，在这个地方我们找不到出路，我就不信别的地方没有。那如果说还有机会呢？走吧，有个人想见你。走啊，走。厂长，到底要带我们去哪？去了就知道了。师兄，人我给你带来了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温柔，苏大哥，苏公子为何在此？我在等2个很重要的人。看你们的样子，是打算离开京城。6分半堂处处打压，刑部又勒令我们不准加入京风细雨楼，我们只好离开京城。早在这里我就跟你们说过，你们已是我金风细雨楼的人。管他什么刑部跟6分半堂，你们要进的是金风细雨楼，跟他们没什么关系。可是苏大哥之前给副宗叔下跪求情的事儿啊，我给副宗叔下跪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副宗叔这个人，就那张嘴厉害，真没想到你们俩这么聪明，也会被他给骗。要我苏梦枕给人下跪，若是为兄弟，也没什么不可以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们是兄弟？你耳朵没问题，结义兄弟。可是我们只有一面之缘啊！但我们也经历过生死。那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管你们是谁。你连我们是谁都不知道，就要跟我们结义？是谁规定结义一定要查询对方的族谱家世、六亲门户的？那你为何要跟我们结义呢？结义就是结义，不需要理由。难道还要说情投意合、莫逆相交、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的话吗？那你有几个结义兄弟？2个，你，还有他。你是想招揽我们进金风细雨楼吧？若是你们2个不愿意，现在就可以走。就算今生今世不相信，你们永远都是我兄弟。大哥，你当老大？我不当老大，谁当？大哥，大哥，二哥，三弟，二弟，三弟，大哥，大哥，我王小石在京城也是有大哥的人了。好，大哥，二哥，三弟。
我，苏梦，白愁飞，王小石，结为